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橘讲故事。过年时，小姑子又想来蹭车，我拒绝，这车是我的陪嫁，不是你们家的公车。老公面目狰狞，一辆破车你还要说多久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我一把掀了年夜饭桌，端起碗汤兜头泼在了老公的头顶。吃什么吃？饿死鬼投胎！好好的年不想过，那我就把这个年闹得天翻地覆。小年刚过，小姑子就发来蹭车邀请。嫂子，今年我们还是坐你们的车，啥时候出发？我哥说28号出发，我想问问你的意见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心里一阵烦躁。一想到今年还要给他们蹭车，我真恨不得这车坏掉算了。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：“你们买高铁票不是更快吗？才2小时而已。”小姑子看出来我不乐意了，赶紧找补：“过年的高铁票太难买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嫂子。”我心里一阵呵呵。小姑子没结婚之前，我们带她一个没什么要紧。她结婚之后，一家3口还要带好几个大行李箱，挤得我自己的行李都没地方。天生她老公一点人情世故也不懂，上车就刷手机，下车就尿尿，把我们当免费司机就算了，还一路哔哔瞎指挥。他那个3岁的儿子也闹腾得很，前排椅背上全是他的脏鞋印。中途休息还舔着脸要我给孩子买吃买喝，一路上的油费、过路费全都当看不见。我也不是反对他们蹭车，1次2次就算了，年年如此，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。老公下班之后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“老婆，你和思甜吵架了？”我瞪了他一眼，心里更不舒服了。虽然公婆不跟我们住，但是有个爱告状的小姑子也很憋屈。这兄妹俩明明各自有家，但是还分不清主次。我抱着胳膊坐在沙发上，年年跟你回家过年，你妹妹一家就要蹭车，他们就不能自己买高铁票吗？老公挠了挠头皮，嬉皮笑脸地凑过来：“老婆，这不是年底的车票不好买吗？你大人有大量，就顺带的事儿。”这时候，工作群里同事们都在发抢票助力的链接。家人们，帮忙点点，孩子能不能回家就看你们了。还差2个人，谢谢家人。我点开一个和我们目的地差不多的同事的头像，私聊他：“大牛，回老家的票买到了吗？”大牛很快回复：“买到了，丽丽姐，今年的票很好买，老家那边多开了2条线呢。真羡慕丽丽姐，可以开车回去。”我点开12306购票软件，开始搜回婆家的车票，一共7趟高铁，其中3趟都还有票。我赶紧截图给小姑子，叫他们快点去买，这几趟车都还有票，你们现在就可以买。3张票加起来还没路上的油费多呢，又安全。上次开车回家，他儿子不小心磕在了车门上，脑袋肿起来一个大包，把我吓坏了。真要出什么事，我这车卖了都不够赔的。我一直建议他带着孩子坐高铁，方便又安全，但他每次都当耳旁风。想了想，我又转发了一则有关儿童坐车安全意识的帖子，贴主强调儿童坐车必须配备安全座椅。我好心提醒小妹，我车上没有安全座椅，大人坐车没什么，孩子真的很危险。小姑子没回复，也不知道她看到没有。紧接着，我收到了一笔500块的转账，备注邮费。我回她，小姑子依旧没回复，但是她在家族群里发了一张我和她的聊天截图。坐自己亲哥的车还要出邮费，真是长见识了。
嫂子也别计较了，邮费我出了。一家人都算计得这么清楚，呵呵。那个呵呵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我刚要打字，老公洗完澡出来了，他一把搂住我，在我腰上乱摸，亲亲老婆，在看什么呢？我气得推开他，让他看看他的好妹妹说的话。你看看你妹都说了什么？什么叫我算计？我也是好心，万一出事，你们全家都要撕了我。再说了，咱俩结婚5年，他们回回都蹭车，还一毛不拔，凭什么？我越想越气，站起来掰起指头要跟他算账。结果老公只是皱了皱眉头，一脸鄙夷地看着我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大度点，整天斤斤计较这些干什么？咱家缺这几百块的油钱吗？你这么搞，我们回去怎么跟我爸妈说？看着他咄咄逼人的脸，我愣住了。合着在他们全家人眼里，我就是个小肚鸡肠的泼妇。他妹妹一家子占我的便宜还不够，我还得对他卑躬屈膝，点头哈腰，随叫随到。我提醒他，这车是我的陪嫁，不是你们家的公车。一听这话，他立马就炸毛了，手上的毛巾狠狠朝我砸过来，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狰狞。我偏头躲过，他直接欺身向前，抓着我的胳膊，冷声道：一辆破车你还要说多久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我只是想提醒他，这车是属于我们小家庭的，我有权决定给谁用。但他又破防了，觉得我看不起他。碰上这么个幼稚又矫情的老公，我心好累。当初和他谈恋爱，图的就是他的上进心，就没关注他的原生家庭。爸妈也给了我足够的底气，可以不用小心翼翼地当媳妇。结果结婚之后，他的本性一步步暴露，他的多疑和敏感也一次次让我百口莫辩。看他暴怒的样子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对我家暴。我吓坏了，赶紧摇头，没有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这时候，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响起，他放开我，接起了电话。喂，妈，我们28号开车回去。没有的事，开玩笑的，怎么会要私填出邮费呢？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挂掉电话，他冷冷地看着我，李小丽，安生跟我回去过年，别惹事。第二天我去上班，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。小丽啊，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人啊？我有些蒙圈，我就是个底层小员工，能见什么人？不过我还是老实说，就见了几个客户，聊了一下下个季度的合作问题。领导给我倒了一杯水，委婉提醒我，那个，他们有没有送过你什么东西？我回过味来，我们这一行最怕和客户有不正当关系，收受贿赂一旦抓到就是个死。我立马站起来，立正清白，领导，我和客户见面都是有监控的，绝对经得起查。领导看我语气激动，赶紧让我坐下。我这才知道，有人匿名举报我收受贿赂，甚至前段时间的升职也有黑幕。举报人对我的经济状况十分清楚，尤其点名我那辆价值40万的奔驰。他一个底层公务员，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车？我这里有他收受贿赂的证据，希望领导严查这样的害群之马。证据就是一段模糊的酒店偷拍。视频里，我在房门口拿了一个外卖，包装袋是某奢侈品。举报人对这个包装袋给了特写。我对着视频看了2、3遍，最后才想起来是怎么回事。前段时间我出差，正好去的是我姑姑所在的城市。她着急赶飞机出国，就叫了个跑腿给我送了个礼物。这条围巾现在还在我的衣柜里挂着。这怎么就被人举报了呢？虽然我有证据，
但是鉴于这件事情影响不好，领导还是决定先给我放一段时间的假，正好把之前的年假休了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。别想多，安心休假，正好可以备孕。领导看我闷闷不乐，忍不住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的好听是休假，实际上就是变相停职。如果这期间我再怀孕，那真就不用来了。工作这么久，职场的一些弯弯绕我还是清楚的。我心灰意冷，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工作。天生这时候小姑子还不消停，在家族群里使劲蹦跶。她转发了一个大学生过年坐舅舅的车回家，却被舅妈要求出邮费的视频。底下评论区被白嫖党占领，纷纷声援大学生。我坐舅舅车也是给好几百，多了他就不给了。谢谢舅舅给我留10块，让我正月里去剪头发。记得告诉你妈妈这件事。代入感很强，已经要被我姐骂死了。但偶尔也有1、2个评论，阴阳博主是白嫖怪。结合他前面发给我的500块，很难说不是在针对我这个舅妈。家族群里，婆婆率先开喷，什么意思？坐舅舅的车还要给钱？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大姨也来凑热闹，坐个车而已，还这么计较？咋了？不带他这车就不吃油了？小姑子在群里装白莲花，估计是做的次数多了吧，舅妈不高兴了。婆婆立马反驳，就算是天天做，舅妈也不能说什么，孩子白叫你舅妈了。字字句句不提我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说的就是我。我心里烦得要死，直接敲字。因为喊一声舅妈，就不算白嫖了吗？白嫖还理直气壮，这是什么样的家教？当爸妈的不会人情世故，孩子也会有样学样。这个视频我不知道前因后果，但是看这个发帖人反应，大约能猜出来之前应该是从未给过钱。一般这种情况，其实论的是上一辈的交情，和孩子无关。想必贴主的妈妈和他舅舅舅妈的关系不怎么样，要不然舅妈何苦为难外甥？带入舅妈的视角，我也觉得天塌了。老的小的都觉得我就该当免费的司机，要钱就是玩不起。小的不开心，老的也不懂事，还觉得理所应当。这所谓的亲情，经得起几次消耗？看我这么硬刚，小姑子阴阳怪气，哟，有车了不起啊，还扯上家教了。不就是脏车吗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眼尖地发现了脏车这2个字，脑海中灵光一闪，抓住他的话头就开始质问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脏车？我的车是我爸妈给我买的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小姑子被我一激，也不藏着掖着了，直接开麦。你爸妈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，哪来这么多钱？你上面还有个哥哥，怎么会给你买车？你这车一看就是别人送的，给人家开了不少后门吧？看见他这么理直气壮地承认了，我气得胸口疼。为了考公务员，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个月，连门都没出过。一次上岸之后，我兢兢业业，小心谨慎，唯恐出纰漏。为了核对账目，我几乎住在单位里。同一批招进来的新人，就我加班最多，就我没背景。半年过后，我的成绩有目共睹，升职毫无悬念。我的所有来往账目和个人交际都经得起查。现在只是不想被他白嫖了，他就往我身上泼脏水。他这么一举报，我的履历就有了污点，以后升职肯定轮不上我。我气得浑身颤抖，口不择言。我爸妈给我买车，那是他们爱我，你没爸妈爱，你找你爸妈去啊。今年我特么就算是把车砸了，我也不带你们一家子。滚吧，白嫖怪！
回家之后，我气得睡不着觉，想把车开回娘家，直接买高铁票回婆家算了。结果一到车库，发现空空如也。老公那边支支吾吾，只说一个好哥们要去相亲，借我们的车去充充面子。我那哥们技术好得很，不会出事的，就开出去接妹子吃个饭，很快就还回来了。我一阵心梗，这是第几次了？5年前我和老公结婚，爸妈陪嫁了一辆价值40万的奔驰，从此这辆车仿佛就成了公用的。小姑子一家有个头疼脑热，就跑过来借车。过年回婆家，任何亲戚都可以指挥我老公当司机。亲朋好友、婚丧嫁娶等大事也来找我们借车。借就借吧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但是好好的车子借出去，脏兮兮的还回来，违章的罚单、ETC 费用还有油钱，统统要我们自掏腰包。甚至有几次他们还吐车上了，我忍着恶心掏钱去洗车。洗到一半，小哥从车后座里面搜出了几个用过的套套。我打开行车记录仪，差点没给我看吐了。在我精心挑选的车店上，老公的表哥和一个陌生女人搞在一起。我当时就炸了，在家族群里把他表哥骂了一顿。老公大姨还怪我斤斤计较，说什么小夫妻浪漫一下，我少见多怪。我呵呵一笑，直接把视频截图扔群里。大姨，看清楚再说话，这里面可没表嫂。你们乱搞，不知道出去开房吗？在我车上，恶不恶心啊？最后，表哥和表嫂因为这事闹离婚，老公还埋怨我。你看看你，一点小事就闹。这下表哥的家要散了，你满意了？那个年过得鸡飞狗跳，亲戚们看足了笑话。更让我无语的是，他俩最后没离。表嫂还在群里对我阴阳怪气。有些人有点钱就看不起人，缺德事做多了，生不出孩子就是报应。我气得刚要和他互怼，老公就赶在前头替我冲锋陷阵。我家的车以后不外借，大家都自觉点。每次你们借车满油出去，空油回来，我们也不当那冤大头。有一次他表哥借车出去疯，还回来时只给我留了1格油。我又着急出去，就没注意油箱，开到半路没油了，被晾在大马路上几小时。车子横在路上，造成了交通拥堵不说，还耽误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合同。等我赶回单位，被领导骂了个狗血淋头。从那之后，我严令禁止老公背着我把车借出去，甚至不惜拿离婚当威胁。但人家全当耳旁风，背着我偷偷借出去。这次小姑子又要蹭车，新仇旧恨，我坚决反对。结果被他差点搞丢了工作。不仅如此，他似乎还想搞臭我的名声，彻底让我滚出公务员行列。我在家族群里开麦之后，小姑子老实了一阵子。我直接买了2张高铁票，表示我们这次不开车，大家都坐高铁回去。婆婆给我打电话，话里话外就是催生。结婚5年来，我忙于工作，确实没有精力去生孩子。我们和老公婚前商量好了，等我工作稳定了再谈要孩子的事儿。职场上女性本就艰难，生育是逃不脱的一道难关。很多有能力的女性进入职场，本来可以往上爬进入领导层，甚至更高的决策层，但是因为要生育，被迫让出晋升机会。我不想这样，我想站在高处，才对得起我这么多年的寒窗苦读。小姑子这么一闹，仿佛我之前的努力都是笑话。婆婆说得很直接，你们都结婚5年了，再不生，我儿子的脸往哪儿放？村子里的人都喊他骡子，你们不要脸，
我还要脸呢。我很难不去怀疑，他们母女是不是商量好的？一个搞黄我的工作，一个顺势来催生。一来二去的，我就安心在家备孕生娃，彻底远离职场了。就连领导也试探着问我是不是准备要孩子。我崩溃了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下降头了。当初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，要结这个婚？我气得大骂婆婆，催生就靠嘴啊！你这么会催，怎么不去生殖科坐诊？光靠嘴就能生一窝？婆婆还是第一次被我这么对，当即就哭了，立刻给她儿子打电话，说我欺负他，骂他老不死，还说我瞧不起他们家，说他们家穷，配不上我。我听着他颠倒黑白，心里一阵畅快。你没想到吧？你儿子刚才就站在我边上，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啊！老公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敷衍了他妈几句就挂了电话。想必被亲妈骂骡子，他也不好受。但是他这人要面子，死活不去医院做检查，坚持认为是我生不出。我也乐得装傻，反正我也不想生孩子。28号这天，我拎着行李箱准备出门，老公却站在原地不动。我催他赶紧走啊，高铁要排队检票呢。他这才告诉我身份证丢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，反正找不到了。咱们还是开车回去吧。我放下行李箱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他心虚地瞥过眼，不敢和我对视。同床共枕5年多，我怎么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呢？但是高铁还有1小时就开，从我家打车过去差不多30分钟，现在去补办临时身份证肯定来不及。这还没算一路上堵车和排队的时间。我冷声道：“你是故意的对不对？你就非要开这个车回去吗？”他破罐子破摔地坐下来，扬了扬手里的车钥匙：“有车凭什么不开？村子里多少人羡慕我有奔驰，过年我开车出去走亲戚也方便。”我刚要发火，这时候手机铃声响了。小姑子一家子已经在楼下等着我们了，催我们赶紧下去出发。我看着无赖一样的老公，心里对这家人失望透顶。老公拉着行李箱，把我往外推：“赶紧走吧，待会儿路上该堵车了。”上车之后，小姑子先给我道歉，又主动补了500油费。看我脸色不好，她又给我买了1瓶红牛。嫂子，实在是没买到票，不好意思。她老公冷哼一声，一屁股坐下就开始刷抖音。我这才知道，他和我大吵一架之后，发现票已经卖光了，找了好几个黄牛都没抢到。他又去问顺风车，人家一听他们一家3口还要带一堆行李，直接给了个包车价。他又心疼车费，故而舔着脸回来找我。我被这兄妹俩的操作气得胸口疼，只求路上别再出什么幺蛾子。下次再这样，我直接把车卖了算了，谁都别惦记。车很快上了高速，小姑子的儿子开始在后座哼哼：“妈妈，我要尿尿，我要尿尿。”小姑子窸窸窣窣翻出来一个折叠小马桶：“来，儿子，尿这里。”紧接着就是一阵尿尿的声音。我坐在副驾驶上补觉，突然被一股尿骚味熏醒。哦！我熏得头晕眼花，胃里早上刚吃的2个包子全都吐了出来。汽车以时速115千米每小时奔驰在高速上，周围的景色飞速倒退，酸腐味和尿骚味混合在一起，刺激着车上每一个人的嗅觉。所有人脸色都不好看，我更是白着脸，掏出空气清新剂死命地喷。小姑子的儿子被熏得受不了，哭闹着要开窗，还伸手去扒拉车门。好臭！我要开车门，我要开门。
小姑子的老公肥胖的身躯占据着后座2/3的位置，旁若无人地刷着抖音，一声声刺耳的尖叫和怪笑，吵得我头痛欲裂。我刚要提醒他手机声音小点，或者戴个耳机，突然一阵屎味从后座传来。啊，小宝，你怎么拉了？老公，快拿尿不湿啊，纸巾找给我。后排那一家3口手忙脚乱，我默默掏出一个口罩戴上，开始疯狂刷手机转移注意力。小姑子处理完孩子的屎尿问题，似乎才觉得不好意思，讪讪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嫂子，孩子早上出门吃的有点多。”说完怕我生气，又一巴掌拍在孩子的屁股上，一脸嫌弃的大声呵斥：“开什么窗？这是你家的车吗？就开窗！上车前要你尿你不尿，上车就屎尿不停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”小孩子被打得哇哇大哭，小姑子又哄又骂。我拧着眉转过头：“别打了，待会儿去服务区休息一下就行了。”让人窒息的臭味在空调暖风的加持下，均匀地散布在车子的每个角落。后座上小孩子的尖叫声混合着手机抖音公放的爆笑声，无差别攻击我的耳膜。我本来就有神经衰弱的毛病，这会儿更是头疼不已。老公也受不了了，看了一下导航，还有10分钟到第1个服务区。结果，在距离服务区大约100米的位置，发生了重大车祸。服务区暂时关闭，不给进入。下一个服务区在半小时之后。我崩溃了，直接要他下高速去走国道。茅厕一样的车里，我1分钟都待不下去了。下了高速，我第一时间开门出去，吐了个昏天黑地。小姑子一家收拾完尿桶，又去超市泡了几碗泡面。嫂子，你吃泡面吗？我看着那泛着油花的泡面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扭头又吐了10分钟。小姑子端着面碗，脸色满是揶揄：“哎呦，嫂子你该不会是有了吧？”我没力气敷衍她，摆着手让她离我远点。等我吐好了，他们一家3口齐齐整整已经上了车。老公递给我一杯豆浆，先喝点热的，暖暖胃。我看也没看，就一口下了肚，结果差点烫穿喉咙。滚烫的热豆浆一路通过脆弱的食管抵达胃部，我的整个消化道紧紧拧在一起。一路上的折腾和满腹的委屈在此刻达到巅峰。我气得砸了手上剩下的半杯豆浆，哑着喉咙嘶吼：“你不知道试一下温度吗？这可是开水，你安的什么心？”老公也被我惹毛了，直接指着我：“李小丽，你闹够了没？早上我们一家上车你就甩脸子，你就这么看不起他们？不就是坐你的车吗？你至于吗？再说了，这车又不是你开。”我这个司机都没说什么。他像是找到了发泄口，积压许久的怒火劈头盖脸地朝我砸了过来。说完这些还不解恨，他把车钥匙掏出来扔到我身上：“有本事你特么自己去开，老子包车走。老林家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儿媳妇，自私自利。”车钥匙落在地上，周围的人群纷纷投来异样的眼光。也许是看我脸色实在是白得不像话，有个大嫂帮我捡起了车钥匙，又给我倒了一杯温水。大妹子，吵架了。过年都是这样的，先到家再说，路上可不能吵了啊。我站在过道上，呆呆地看着老公离去的背影。此刻，我突然想起我看到的一则新闻，因为在高速上吵架，男的直接把老婆和孩子扔在服务区，自己开车走了，不管妻子和孩子怎么回去，甚至还拿走了他的手机。这不是在解决问题，这就是单纯的报复和折磨。他现在也是这样。
不想着怎么去解决他们一家子的吵闹，而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逼我低头认错。甚至于，他觉得我的难受都是装的，为的就是发泄他妹妹一家蹭车的不满。我慢慢蹲在地上，紧紧抱着自己的膝盖，肚子里的疼痛丝毫没有缓解，肚皮一阵一阵的痉挛。他站在门口，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，时不时暴躁地踢着脚下的石子儿。这时候，小姑子出来了，她先是催我们上车，看我们俩都没动静，又过来劝我：“嫂子，怎么了？和我哥吵架了？”他就是这脾气，我去说他。司机必须要保持情绪稳定，你别在这时候气他。我没说话，紧紧攥着车钥匙站在原地。为什么我开不了车？因为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开车违规，驾照的分都被扣光了，还倒欠车管所6分。最后几人一合计，拿我的驾照去扣的分。为了这事儿，我和他大吵了一架。我的分扣光了，你想过我怎么办吗？你怎么不拿你自己的驾照去？他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你学习能力强，你再考一个不就行了吗？我的驾照，我上班需要开车，你又不需要。”诸如此类，只要和车扯上关系的事儿，他总能和稀泥。如果借车的人是他家亲戚，那就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，我回过味来，不仅仅是车的问题，就因为我们在省城，他老家的亲戚就把我们家当招待处，任何人只要打声招呼，就可以来我家住宿。好几次我下班回家，一打开家门，几个陌生的男女躺在沙发上。不用猜了，这又是他的哪个远房亲戚。我们还得好吃好喝招待，还要车接车送，要不然就是看不起他们这群穷亲戚。我稍微提一点自己的要求，比如提前跟我说一声，就被说矫情、强势。老公平时经常把老林家挂在嘴边，似乎我只是他买来的物件。老林家的媳妇就应该如何如何，老林家的媳妇就该相夫教子。我们老林家从没见过你这样的。我好像被贴上了一个叫老林家媳妇的标签，无论我做什么，都会被这个标签规训。好人是他做，骂名我来担。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，老公很快就回来了，低着头给我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老婆，我太冲动了，以后我注意。”我也不知道那杯豆浆刚刚烧开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上车吧。小姑子带着孩子来喊我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妥协了。主要是我肚子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早点到家，我想去医院做个检查看看。刚上车，小姑子就递过来一把糖果：“嫂子，专门给你买的，好吃得很。”看我不接，她又递给老公：“哥，你吃一个，很好吃的。”车子刚开不到20分钟，婆婆就打了3通电话：“到哪了？怎么还没到？路上开车小心点。路过镇上把你表叔捎回来，我们说好了的，在某某超市门口等你们。”电话里，婆婆语气颇为骄傲，仿佛儿子能开车带人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。老公委婉提醒他妈：“妈，车里坐不下了，您下次能不能别给我揽活儿啊？”婆婆不满道：“怎么坐不下？小孩子抱起来不就行了吗？这个是你表叔，小时候还给你买过棒棒糖呢，你就这么没良心？”老公不说话，婆婆唠叨2句就挂了。车里一阵沉默。每年都这样，从进入老家集镇范围开始，就有各种各样的亲戚来蹭车，美其名曰带一脚。有时候是一家4、5口挤在后座，后备箱里还要装他们买的年货。不就是几公里吗？挤一挤就行了。帮忙喽，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咧。
买了车就是硬气，长辈都看不起。一想到要给一个满身烟味的老人让座，小姑子也不乐意。妈也真是的，什么话都乱说。车这么小，怎么坐得下？兄妹俩拌了几句嘴，老公一个分神，和路边一辆斜冲出来的三轮车发生了剐蹭。安全带紧紧勒住我的肚子，我脸色一白，疼得倒吸一口凉气。三轮车车主不接受私了，非要报警。警察一来，先是例行检查问话，然后又开始测酒驾。开车还喝酒？下车！驾驶证、身份证都拿出来！我一脸蒙圈，怎么就喝酒了？老公更是莫名其妙。警察同志，我没喝酒啊，我早上就吃了点粥。警察不管这些，直接开了罚单，记12分。小姑子这时候惊呼一声：“哎呀，该不会是那几颗酒心糖吧？我查过的，明明不会超标的啊！那是一种巧克力中间加酒精的糖果，很受欢迎。但是司机不能吃，容易被判定为酒驾。”老公怒骂一声，气得要打他。小姑子的老公拦住了他，满脸陪笑：“对不起，姐夫，思甜也是好心，他真不知道这个。你们看，这会儿姐夫也开不了车了，要不……”小姑子站了出来：“佳明有驾照，他来开。”老公看向我，犹豫着开口：“老婆，咱们现在也走不了了，要不就把车给佳明开回去，咱在这里等处理完了再走。”我刚要说话，肚子一阵剧痛，心里没来由的一慌。我紧紧抓住老公的手，赶紧打120，我肚子好痛。不到半小时，120来拉走了我，110拉走了我老公。小姑子一家3口开着我的车先回了老家。好在有惊无险，医生说我是肠胃炎，注意情绪不要波动。心里小小松了一口气，幸好不是怀孕。老公那边也很快放了出来，他找了个顺风车，我则是改买机票。他先我1天到家，还问我什么时候出院。我刚要说已经下飞机了，却耳间听到一个年轻的女声：“忆苦哥，快来包饺子了。”话在舌尖一转，我又改了话头：“还没出院呢，医生说要休息2天再走，估计除夕那天能到吧？你来接我。”老公那边松了一口气，表示风雨无阻，一定来接我。婆婆在边上喊着：“给我房间被褥都收拾好了，我回来吃吃喝喝就行。”挂完电话，我改了行程，直接打车去了镇上的酒店。司机看我没带行李，笑着问我是不是来这里走亲戚。我冷着一张脸：“不，回去抓奸。”司机干笑2声，再不说话。路上，我翻到小姑子晒出的朋友圈，上一条是她站在我的车前面自拍，露出高 P 的脸和车标，然后配文：“努力就会拥有奇迹。”底下一众让人牙酸的评论：“富婆，范范，哇塞，老同学，你在哪发财啊？奔驰都开上了，带我一个，我也想开奔驰。”小姑子统一回复：“谢谢大家，大家一起努力。”我轻嗤一声，这样的朋友圈，我1年要刷到好多条。每次借车出去，这帮人总会默认车就是自己的。朋友圈、抖音还有微信头像，我的车都曾光荣出镜。我刚准备关掉朋友圈，小姑子下一条新朋友圈就跳了出来。照片里，一家人热热闹闹围在一起包饺子，老公和一个年轻的女人紧紧贴着。下面老公表嫂评论：“哟，这不是慧娟吗？今年来这么早。”小姑子立马回复：“母老虎不在家，哈哈哈。”我也评论了一句：“这谁啊？”下一秒，这条朋友圈变成了私密。
我刷新了几次都没刷出来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截图了，直接往家族群里丢，并且艾特全成员。请问这个慧娟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？群里一阵诡异的沉默。小姑子跳出来解释：哎呀，嫂子你误会了，慧娟姐是我哥的同学，年前来家里看望我爸。不一会儿，表嫂也跳了出来，就是都是同学而已，弟妹不会吃醋吧？老公也不装死了，直接给我打电话：老婆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去接你。这就是我一个老同学来看我爸的，你知道我爸年轻时候是教导主任。我平静地回复：那你没删朋友圈干什么？心虚。老公支支吾吾一阵，把小姑子骂了一顿，她就是这样的性子，不是怕你生气吗？哦，对了，小妹他们准备买车了。我心里一阵疑惑，小姑子是个什么都喜欢往朋友圈晒的人，买车这么大的事，她居然都没露出一点口风。挂了电话，我又想开了，正好返程可以不用带他们了。一路上，司机安静地开车，时不时偷偷看我一眼。我觉得好笑，故意问他：师傅，你说这男人是不是都喜欢家里一个，外面一个？司机尴尬地笑了2声：哪有，没有的事儿。我看司机是本地口音，问他打听：师傅，你是本地人吗？你知道林家栋林老师吗？公公年轻时候是村小学的教导主任，后来又调去了镇上的小学当副校长。如果司机是本地人，应该知道他。果然，师傅一听公公的名字，马上应和：认识认识，林校长吗？他还教过我小儿子呢。他儿子可厉害了，听说在外面当大官，还买了奔驰。司机不无羡慕的感慨：有钱得嘞，40多万，比一套房子都贵。我有些诧异，我的陪嫁车什么时候成了林忆苦买的了？司机问我和林校长是什么关系，我赶紧攀交情：我和他儿媳妇是姐妹，关系很好的。司机停顿了一下：他儿子结婚办酒我还去过呢，咋没见过你？我心里一咯噔，什么办酒？我和林忆苦结婚只领了个证，没办婚礼。当初我们一穷二白，要攒钱买房子，一致决定先不办婚礼。他在老家和谁办的酒？我紧紧咬住牙关，死死掐住自己的胳膊，和司机继续聊家常。当天都化妆，认不出来也正常。他们家可真有钱，还买得起奔驰。到了目的地，司机一溜烟跑了。我先去镇上酒店开了一间房，然后给林忆苦打电话：喂，老公，我到了，过来接我吧。年夜饭上，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我脸上笑意盎然，装作不知情一样，该吃吃该喝喝。老公给我盛了一碗汤：老婆，妈给你炖的鸡汤，你多喝点。我斜了他一眼：滚烫的。老公赶紧摇头：我试了，温热的，你快喝吧。我没动那碗汤。公婆脸色冷了下来，尤其是公公，他一拍桌子：老林家没见过你这么傲气的儿媳妇，你给我。话没说完，婆婆赶紧使了个眼色：老头子喝多了，乱说话，大家快吃。其余众人回过神来，开始嘻嘻哈哈吃饭聊天。窗外有人放烟花，火花撩过长长的导火索，咻一声，焰火升空，然后砰的一声，在高空炸开。我站起身来，端起那碗汤兜头泼在了老公的头顶。在众人吃惊的眼神中，一把掀了年夜饭桌。话不讲清楚，吃什么吃？饿死鬼投胎吗？张口闭口老林家，你们老林家有金矿吗？桌子上的汤汤水水洒了一地，各种餐具乱七八糟地碎在地上。
公婆身上沾满了菜叶子，小姑子崭新的羽绒服上挂着油腻腻的鸡肉。最惨的是我老公，他整个人被饭菜糊了一身。所有人尖叫着跳着脚离开了饭桌。老公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脸上的怒意翻腾：“李小丽，你失心疯了不成？”小姑子更是一边死命擦着羽绒服，一边跳脚大骂：“李小丽，你这个泼妇，活该我哥不要你！慧娟姐比你好100倍！”公婆两个人摇摇欲坠，被眼前的场景气得呼吸不畅。公公拍着桌子，不住地说着家门不幸；婆婆则是捂着胸口，说自己不如死了算了，年夜饭都不得安生。看着这一家子魑魅魍魉，我举起手机，公放了一段音频。音频里刚一放出来，小姑子脸色就白了。慧娟姐，放心吧，我哥根本生不出。我妈说了，只要你答应做试管，就休了那个泼妇。我哥还说了，那辆奔驰给你家当彩礼。话音刚落，小姑子扑过来要抢手机，我往旁边一让，她脚底一滑，摔在了桌下的汤汤水水里。我看着眼神闪躲的老公，冷笑道：“怎么，开着我的车，不知道把行车记录仪关掉吗？我怎么不知道我的陪嫁车变成你的私人物品了？拿我的车当彩礼，想得美！”表哥率先反应过来，一脸疑惑地看着老公：“表弟，你不是说这车是你买的吗？怎么成了弟妹的陪嫁车了？”剩余的亲戚们也看了过来，公婆和老公脸色难看至极，没想到会在合家欢的年夜饭上被人揭穿老底。我冷笑一声，调出购车合同，这车是我爸妈买给我的陪嫁车，是我的个人财产。他姓李，不姓林。还有，慧娟是谁？你们知不知道？林忆苦犯了重婚罪啊！这饭肯定是没法吃了，一家子哭的哭，骂的骂，比春晚都热闹。我揪着林忆苦说清楚慧娟的事，不然我就去报警。公婆怕他们的亲儿子蹲局子，哭着给我道歉。就连一直和我不对付的小姑子，也一个字都不敢吭。我本来打算把车拿回来，再和林忆苦离婚就算了，但是架不住有人犯蠢。表嫂一看我盛气凌人的样子，跳出来劝和：“弟妹，慧娟只是他的前任，俩人谈过一阵，不算什么吧？”我点头如捣蒜，比起你老公在我的车里叫鸡，那确实不算什么。表嫂脸色瞬间难看到了极点。大姨又站出来和稀泥，那都是老黄历了，办了9法律也不承认的。我笑了笑，告诉大姨一个好消息。大姨，知道表嫂为什么会原谅表哥吗？因为……我看了一眼脸色惨白的表嫂，慢悠悠说出了一个惊天秘闻。因为工作关系，我经常会接触一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。有一天，我去医院送合同，瞥见表嫂鬼鬼祟祟地领着他的小儿子去医院做亲子鉴定。他和表哥分别是 A 型和 O 型血，但是这个小儿子却是 B 型血。检验科的医生和我八卦，说光看血型都能猜到，亲子鉴定完全没必要做。我怕连累这个医生，就没说。现在他都离职了，我也没啥顾忌了。您的小孙子可是 B 型血，您就不怀疑点什么吗？这话一出口，客厅里更热闹了。表哥和表嫂打在了一起，大姨坐在地上哭天抹泪。电视机里正在放春晚，演员们唱歌跳舞，好不热闹。欢快喜庆的音乐回荡在荒诞的客厅里。这个年过得可真是太有意思了。林忆苦恨恨地盯着我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我心情平静地说：“离婚啊，你净身出户。婚房100万，他们家拿了大头，房贷却是我在还。
如果平分，我岂不是亏死了？但是谁叫他俩办酒了呢？这不是妥妥的重婚罪把柄吗？林忆苦冷笑一声：“做梦！房子是我买的，凭什么给你？”就连小姑子也回过了神，原来我刚才那么一闹，就是为了和他哥离婚。他从地上爬起来，叉着腰冲我大骂：“好你个李小丽！我说你怎么闹这一出？原来是为了我哥的房子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”我懒得理他，直接现场连线我的律师。律师那边说重婚罪不好取证，除非他们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。我简直笑弯了腰，这可太好取证了。随便去村头找个人问一句，人家都知道他们老林家的媳妇是张慧娟，不是我李小丽。就连婆婆藏在床垫底下婚礼礼金账单，也是写的林忆苦和张慧娟的名字。在这里，除了国家承认我是林忆苦的老婆，所有人都认为他的老婆是张慧娟，更别说他们还办酒了。在某些地方，办酒比结婚证还好使。律师估计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蠢的男方。电话那头，他很是无语。公婆听到他们儿子很可能要被抓去蹲局子，彻底慌了。婆婆跪下来求我：“小丽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别闹了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不就是房子吗？你拿走，你放过我儿子吧。”小姑子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婆婆，大喊：“妈，你发什么疯？房子怎么能给他？不是说好了卖掉房子给我买车的吗？”婆婆闭了闭眼，一巴掌扇在小姑子的脸上：“你这个搅家精，都结婚了还天天回娘家作妖，滚去你婆家过年去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卖了你哥的房子了？”小姑子捂着脸，恨恨地看着他妈，带着哭腔怒吼：“当初我结婚，你把我的彩礼全拿走了，一分嫁妆都不给，婆家到现在都看不起我。说好的给我买车，你转头就给哥哥买房子，你到底是不是我妈？”我说怎么小姑子每次看到我的陪嫁车，都一脸羡慕嫉妒的表情，有时候还会阴阳怪气几句。原来源头在这呢。闹了这么一出，年夜饭成了散伙饭，大姨一家子人脑袋打成了狗脑袋。我报了警，所有人都被带去了派出所。窗外万家灯火，烟花灿烂，窗内我们一群人互相指责，抱怨连天。派出所也都是熟人，不出意外，林家过年进局子的事儿第二天就能传遍整个村。张慧娟没法置身事外，急匆匆赶来了。她是重婚罪的当事人，也要被问话。而我坚持不调解，直接起诉离婚，除非林忆苦答应净身出户。张慧娟的妈陪她一起来的，听说林忆苦要净身出户，还要赔我精神损失费，当即不干了。她一把拉走了哭哭啼啼的张慧娟：“走，闺女，咱不受这个气。你这肚子还没显怀，直接打了，开年相亲。”她一口啐在婆婆脸上，拿儿媳妇的陪嫁车当自己的，真不要脸！做什么试管，活该你家断子绝孙！等人走了，婆婆嗷一嗓子跪在了地上，哭着说自己作孽。张慧娟本来和林忆苦是要结婚的，两家日子都看好了，但是这时候林忆苦考上了公务员，婆婆就有些看不起高中文化的张慧娟了。但是张慧娟实在是太听话了，她又舍不得，于是她想了一个昏招，一边在村里给他俩办酒，一边催着儿子在城里相亲，最好是找那种城市独生女，自带房车和陪嫁。为了充面子，林忆苦一直都说那辆奔驰是他自己买的。老家的亲戚们也不清楚底细，都觉得他发达了。
他们拿住了邻家2个儿媳妇的画饼，找公婆大开方便之门。尤其是张慧娟的弟弟，更是肆无忌惮。婆家因为理亏，一直有求必应。大年初1，我要回了我的车。接下来的交涉，我全权交给了律师处理。林忆苦惨白着脸，想要挽回。小丽，我真的错了。我看也不看他，一脚油门离开了这个烂透的地方。离婚官司打得很顺畅，林忆苦是过错方，还犯了重婚罪。约定好房子归我，他直接净身出户。民政局16号上班，我们赶在第一批去办了离婚。期间，钱婆婆给我打电话，求我别离婚，还说张慧娟现在已经找到了下家，不出正月都要结婚了。他儿子从此只有一个老婆，会安生和我过日子。我轻笑开口：“阿姨，您要是继续骚扰我，我就去他单位拉横幅喽。”他好像要升职了吧？不知道我这么一闹，还有没有机会？婆婆立马闭了嘴。我提前结束休假，回到工作岗位。领导诧异于我的果断，并交给我一个新的项目。好好干，前途无量啊，小姑娘。接下来，请收听第2个故事。刚在小区群里买了一箱车厘子，一个业主突然开喷：“老子最烦你们这种女人了，只知道骗男人的钱，过奢侈生活，一个个不务正业，还唆使我老婆变坏。”这下好了，我老婆以前从来不吃水果，现在被你教唆的不吃不行。你要是不承担我家里所有水果开销，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我气笑了，什么颠公？我花自己的钱还要被骂，一口一个老子，我不把他治成孙子，我名字倒过来写。发消息的业主是608，我住607，我只记得608住着一个瘦小的孕妇。如果不是他告诉我他已经成年了，我或许还会认为他才上高中。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楼道里，他告诉我他叫桑简。当时他没带钥匙进不去家门，看上去十分可怜。出于同情，我把他带到了我家。看着我桌上的水果，他眼里闪过一丝渴望。我察觉到之后，便热情地招待他。他迅速狼吞虎咽起来，那副样子好像很久没有吃饱一样。从那以后，他隔3差5就会来我家，自顾自地吃上我家里的零食水果。久了之后，更是非贵的不吃。因为看到他，我就会想起我还在读书的妹妹，所以总会心软几分，没有和他计较。可次数多了，我也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在我的询问下，他才告诉我他家里不买水果，连肉也很少吃。可孕妇必须补充足够的营养，不然胎儿就会发育不全。我提醒他，他却说：“我老公说了，水果都是败家娘们才买的东西，以前那些女的不吃水果也能生孩子。我们女人在家应该勤俭节约，不能给老公添麻烦。”我有些无语，语气便不客气起来：“那你怎么跑到我家里来吃？”他一愣，嘟囔道：“又不是你的钱买的。”我以为我听错了，又问了一遍。他连忙摇摇头，转移了话题。或许是他把我的话听进去了，回去和她老公说了说，才有了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情。但大家都是人，他非要当狗，姑奶奶也不惯着他。我的手指快速敲击键盘，反击道：“608业主是吧？你就是那个在老婆孕期不给老婆买水果的人。钱包小小，脾气倒大，说我是捞女，你不如撒泡尿照照自己到底有多抠。葛朗台来了都要甘拜下风。”608业主怒了：“我没钱，起码我的钱是干净的。你们女人倒是来钱快，随便一躺就有大把钞票进账。”他这句话
惹恼了群里的其他女性业主。503激情开麦，608你嘴巴放干净点，不会说话就把嘴巴闭上。你们男人来钱更快，只是你没有这个本钱。305也紧随其后，楼上说的对，你要是能赚这个钱，只怕比谁都跑得快。404一针见血，合着全天下就只有男人有钱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给老婆买水果？是因为不想买吗？被群攻，608破防了。你们帮着607说话，都是捞女是吧？一个个都把男人当 ATM 机，都他妈想花男人的钱。我笑了，你别高看自己了， ATM 机可不吐零钱。608被刺激到了，开始在群里一顿输出，但他翻来覆去也只有那些词汇，反而被群里的姐妹气得半死。管理员见我们越闹越大，赶紧出来息事宁人。发生了这种事情，我没法再和桑简友好相处，但显然他没有这种觉悟。在我下班后，他又守在了我家门口，等我开门。我拦住了他，皱眉问道：“你干嘛？”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：“我看你今天在群里买了车厘子，我进来尝尝。”我气得牙痒痒。她能看到我在群里买了车厘子，自然也能看到她老公对我的诋毁，但她却像无视人一样跑到我家门口，说明她根本没有觉得她老公做错了。一时之间，我觉得自己以前的善心都喂了狗，于是语气也不善起来。我买了车厘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她一愣，其实也不是我想吃，是我肚子的宝宝想吃。作为妈妈，我总不能委屈孩子吧？她摸了摸肚子，一副为孩子着想的模样。我气笑了，从前我怎么就没看出她是这么装的一个人呢？反正现在我绝对不会再当冤大头了。我敷衍道：“孩子想吃，那你就买呗。”她抿了抿嘴：“你买了这么多，肯定吃不完，我来帮你吧。”不用了，我毫不客气地拒绝，我一个人就能吃完。我抱着刚从邻居那买来的高品级车厘子进了家门，没有给他留一点情面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准备出门上班，一开门就看到桑简守在我家门口，他不断探头打量我家客厅。我把门顺手一关，他恋恋不舍地收回了视线，问道：“你家有吃的没有？我好饿呀。”我径直走向电梯，头也没回：“没有。”“不可能，我看见你桌上有，你就是不想给我吃。”我点点头：“你说对了。”他面露不满：“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我不吃东西，他会发育不全的。”我有些不耐烦：“我是他爹吗？发育不全找我干什么？找你老公啊！你别那么自私，我家里没有水果才来找你的，反正你买了这么多，肯定吃不完。我又不像你会捞钱，我只是一个安安分分的女人，你为什么要为难我呢？”他说着，还委屈了起来，一副我对不起他的模样。我气笑了：“对，我捞钱，你还是听你亲亲老公的话，别做败家娘们，也别吃水果了。我就算是吃不完，丢了也不会给你。”说完，我转身进了电梯，迅速按了关闭键。从前，我只觉得他很可怜，瘦小的身躯挺着一个大肚子。可现在我才知道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或许是知道我不待见他，桑简最近没来找我了。只是我有10点的外卖会少些东西，次数不多，我也没去计较。直到我去拿送来的蛋糕外卖，发现他不见时，我觉得事情不对劲了。毕竟5分钟前，外卖员才给我拍了照片，没道理这么快就不见。我把狐疑的眼光投向608，为了验证，我又点了一份水果捞。
这次外卖小哥送到后，我同样让他放在了门口。我仔细在门口倾听，果然过了2分钟，我听见608开门了。我的水果捞被提了起来，包装袋摩擦发出了声响。我连忙开门，和桑简大眼瞪小眼。他迟疑了几秒，心虚地说道：“我看你扔在门口，以为你不要了，就准备拿走。”“不要了。”我冷笑一声，“外卖小哥恐怕还在电梯里，你卡时间卡得这么准，你觉得我会信你吗？你要不要擦擦你嘴角的奶油沫子再说话？”桑简一愣，下意识地擦嘴，擦了一半才反应过来我在诈他。他眼里闪过一丝恼怒，挺了挺肚子：“你说话得讲证据，楼道是公众场合，扔到门口的东西就是无主的，谁都可以拿。再说了，上面又没写你的名字，你凭什么说它是你的东西？”我一看，外卖袋上的单子不见了。我冷哼一声，果然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谁能想到当初唯唯诺诺的人现在变得这么无赖？我真是看走眼了。不过还好，我多准备了一手，留了备注，让店家多打了一份单子放在包装袋里。我当着桑简的面拿了出来，他人傻了，表情僵硬。我抱着手看向他：“你也是要当妈妈的人了，不知道多给孩子积点德吗？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你要是还偷我的外卖，出问题了，后果自负。”他脸色大变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下毒了？”我笑了笑：“我给自己点的外卖，在里面放什么东西和你没关系吧？偷外卖这件事情，因为涉嫌金额较小，所以就算是报警也没办法得到很好的处理。更何况桑简又是个孕妇，我也不能对她怎么样，只能用威胁的方法。”桑简脸色由青变白，由白变绿。半晌，她咬牙道：“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老公说了，像你这样只知道花钱的女人，男人只会和你玩玩。我们这种勤俭节约，替老公着想的才是归宿。”我笑出了声：“你这么好，你老公还让你出来偷外卖？还是说你老公把钱花给了别的女人，所以才没钱给你？不许你诋毁我老公！”桑简急了，一副我戳中痛处的样子。难不成真被我猜对了？那她老公更不是个东西了。不过这些事情我也懒得掺和，没准刺激到他，出了什么问题，还要向我碰瓷。我摆了摆手：“你们所死好吧，但是我警告你，我可是睚眦必报的人，再惹我，你们没好果子吃。”说完，我转身进了客厅，留下桑简在原地生气。第二天下班路上，我意外收到了一条信息：605的陶卫姐姐让我先别急着回家。她说有个男人凶神恶煞地拿着刀守在我家门前，旁边还站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孕妇。她发了一张照片过来，我一看，这不是桑简和她老公周所吗？恼羞成怒，想持刀砍人。我冷笑一声，反手一个报警。等警察到了，我才进小区。出电梯的那一秒，我和桑简对视上了。他拉了周所的衣服，周所转过头来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正准备说话，就看到了我身后的警察。他脸色大变，连忙把刀塞在身后。我挑了挑眉，告诉警察就是他们持刀守在我家门口。那个男人立即大喊：“警察同志，这个女人欺负我老婆，我才来找她的。”我皱了皱眉：“我什么时候欺负你老婆了？我老婆饿了，你不给我老婆东西吃，还威胁她，不是欺负吗？”我气笑了：“我是他妈还是他爹啊？他饿了不知道自己找吃的？”周所理直气壮：“我老婆以前从来不吃水果，是你把我老婆教坏的，
你必须负起这个责任。你想我怎么负责？从今天起，你必须承担我们家所有水果开销，你也别想着拿便宜的糊弄。我老婆只吃贵的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个男人见糊弄不了他老婆，便想在我这里占便宜。但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我翻了个白眼，你们这种人治好了都流口水。他被我激怒了，一时之间也忘了警察在场，把刀从身后掏了出来。警察连忙上前制服住了他，他清醒了过来，心有不甘，又大喊道：警察同志，她一个女人，生活这么奢侈，肯定私下进行了各种违法交易，说不定房子里还有男人没走，你们快去查查她。警察没理他，准备将他带走。而桑简像是天塌了一样，对着警察大吵大闹，让警察把老公还给她。由于她是孕妇，警察也怕出事，于是把她一起带走了。等他们走后，605的陶卫姐姐打开了门，她松了一口气，说道：还好你报了警，不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我向她表示了感谢。她有些担忧地看着我。608那个男主人叫周所，平时最小心眼，又喜欢占人便宜。这次你把他们送进警局，不知道后面会给你找多少麻烦。我摇摇头，让他安心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也不是吃素的。要是人人遇到这种事情都忍气吞声，只怕会不断助长作恶者嚣张的气焰。608夫妇被警察教育了一番后，就放出来了。毕竟他们也没做出什么实质上的行为，所以无法定罪。不过进了一趟警局，他们倒是收敛了一些。可我总觉得他们在憋着什么坏心思。林任听说后，不放心我一个人住，便搬了过来。他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又跟着他爸爸学了很久的武术，武力值爆表。有他在，我也安心了很多。这一天，我刚和林任准备双排，房间里的灯就熄了。我和林任大眼瞪小眼。他问道：没电费了吗？我摇了摇头。上个月才交了电费，不应该现在就用完了。我打开 WiFi， 发现其他邻居的 WiFi 都显示正常，说明只有我家停电了。林任准备出门看看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连忙拉住了他：别去。他愣了愣：怎么了？我严肃道：我怀疑是608的人拉了我们的电闸。操！他暗骂一句：这家人烦不烦啊？因为电闸在楼下，如果我们要查看情况，势必要下楼。可现在天已经黑了，要是608的人躲在暗处偷袭我们，那就危险了。思索片刻后，我决定按兵不动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林任就到了配电室，我家的电闸果然被拉了。我向物业要相关时段的监控，却被告知监控坏了。问什么时候修，他们又推三阻四。我受不了这个气，立马下单了监控摄像头。我不相信608的人只拉这一次。摄像头一到，我就安在了配电室附近。同时，我还向冰箱里塞了几千块冷冻贵价食物。为了刺激他继续采取行动，我故意在群里透露出我买了昂贵的食材。之前我买车厘子，他都看不惯，我现在买了更贵的食材，只怕他要眼红的变异了。果然，没过2天，我家又停电了。我朝监控看去，看到了608男主人周所的身影。我按兵不动，直到第二天才报警。警察到了之后，我给他们看了监控录像。我们一起去敲了608的门。桑简开门看到是我，立马把门关上了。最后在警察的强烈要求下，他才让我们进去。炎热的9月，他家里十分闷热，没开灯，也没开空调风扇。
我看到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上滑落，他拿出纸熟忍地擦了擦，然后告诉我们周所昨天下午去朋友家喝酒了，一直没回来。我笑了，要不是我有监控证明，还真能被他糊弄过去。警察让桑简给周所打电话，没过多久，周所就带着一身酒气回来了，看上去倒和桑简的说辞一致。他嬉皮笑脸地看向警察：“警察同志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警察问他昨晚的行踪，他又说：“我昨天下午去朋友家喝酒了，我朋友可以证明。”他的视线移动到我身上时，眼里闪过一丝不怀好意。我冷哼一声，这么一说，昨晚拉我电闸的人不是你了？当然不是，没有证据的事情你可不要乱说。我挑了挑眉，你的意思是监控里这个人不是你？我从手机里找出录像放在他面前，他脸色一僵，监控不是坏了吗？似乎是觉得自己这句话说的不太对，他立马找补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我们家停电，所以我去配电室看了看。警察同志，你看这个监控只拍到了我进配电室，又没有拍到我亲手拉了他家电闸，根本说明不了什么。早就知道他不会承认，我又翻出了前几天群里的聊天记录。你说你们家昨天停电，但是上周四我就在群里看到你抱怨电费用得快，1个星期不到就用完了，你还怀疑是物业偷了你家的电。物业告诉你用得快是因为你每次只充5块钱，但你不听，还威胁物业不赔偿你的话，你就一直不充电费，不交物业费。从那天开始，你们家就已经停电了吧？所以你刚刚的说辞漏洞百出，而且昨天除了你之外，根本没有人进配电室。周所脸色一白，我又下了一剂猛药。昨天你拉电闸，导致我冰箱里的食材坏了，我也不和你多计较，加上我的精神损失费，你就赔个2万块钱吧。2万？周所怒了，臭婊子，你是不是故意讹我？我只是拉个电闸而已，凭什么要我赔2万？话刚说出口，他就愣了。警察对视一眼后，把他带去了警局。根据法律法规，恶意拉他人电闸属于影响电力安全和寻衅滋事的行为，再加上周所的行为导致我冰箱里的食材坏了，所以他不仅被拘留了5天，还要赔偿我8000的经济损失。得到这个结果，我满意了。这些天，桑简看到我，眼里充满了怨气。但他亲眼目睹林任徒手掰断2块砖后，便惊恐地捂着肚子走了。我和林任相视一笑，生活也回归了正常。就在我们以为他们夫妻要老实时，他们又开始作妖了。起初是我最近总是会收到很多来自其他省份的电话，但我这人有个好习惯，陌生电话不接。所以我只以为是我的电话号码被卖给了诈骗公司。可后面我又收到了很多骚扰短信，内容出奇的一致，都是想和我419。最离谱的是，公司里面有个和我不熟的男同事看我的表情奇怪起来，甚至在下班路上紧随我其后。他不断和我找话聊，时不时地触碰我一下。我恼了，没好气地看着他，赵明飞，我记得我和你不住在一个地方吧？赵明飞嘿嘿一笑，挺了挺肥胖的肚子，夏荷，你今天一直在看我，难道不是想和我一起下班吗？什么普信发言，我感觉莫名其妙，离他远了几步，别叫我夏荷，听上去就恶心。还有病就去看，谁他妈想和你一起下班？赵明飞面不改色，女人说不要就是要，夏荷，你不用害羞。说完，他还想上前一步摸我的手。我有些错愕，没想到平时看着老老实实的人，
实际上却是个变态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没什么武器后，便直接用脚踹他的下体。赵明飞被我踹了个正着，他痛苦地捂着下身。我冷笑一声：“女人说不要就是不要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我准备转身离去，却听到他在身后大骂：“你装什么良家妇女呢？别以为我没看到你贴的告示。”告示？什么告示？我默默转过身看着赵明飞，他从裤兜里扔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告示。我打开一看，发现上面的照片是用我的脸合成的恋爱性感图片，下面还留了我的电话号码和居住地址，配的文案是寻找一夜情对象。我气炸了，哪个畜生搞出来的事情？我说最近怎么经常有陌生电话打来，原来是因为这张告示。思索半天，除了周所那个孙子，我想不出还有谁这么恨我。我已经受够他像苍蝇一样不断给我找事了，这次不把他整得服服帖帖，我名字倒着写。我向赵明飞询问这张告示所在地址，他冷嘲热讽道：“你自己贴的，还能不知道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要情绪稳定。多吸几口之后，我确信自己稳不了一点。我对着赵明飞的脸左右开弓，骂道：“你违法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告示不是我贴的，你帮着传递，严重侵犯了我的肖像权和隐私权。你再不从实招来，就等着进去吃牢饭吧。”虽然我不是很懂法，但先威胁一下总是没有错的。果然赵明飞被吓到了，他哆嗦道：“我在南桥公园看到的。”南桥公园？我立马给林任打了电话，他陪着我一同前去。我们进去之后才发现，公园里的墙上、电线杆上、长椅上都贴着这个告示，甚至还有个中年男人在直播。他对着我的照片不断进行点评，用话术向直播间的观众索取礼物。他扬言音浪点到50W 就给我打电话，音浪点到100W 他就晒出我的电话号码。我打开手机搜索同城，果然找到了他的直播间。直播间里人数不少，足足有5000多，真行！大家都想看戏，于是纷纷刷礼物。我让林任录屏他的直播，同时我打开手机摄像头对准了他。直播间很快就到了50W 音浪，他也履行承诺，给我拨打电话。手机铃声响起时，中年男人下意识朝我看来，发现我就是告示上的女主人后，他的表情僵住了，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。直播间炸了，不断刷屏。我冷冷地说道：“这些告示是你贴的吧？你已经严重侵害了我的肖像权、隐私权和名誉权，我已经报警了，等着警察来吧。”他脸色大变：“你有病吧？不是我贴的。”本来我也以为他只是个蹭热度的主播，但是我刚刚看了看他的主页，发现他从5天前就开始直播告示内容了，并且剪辑了大量相关视频。那个时候正是周所刚从警局出来的时候。我不太相信巧合，而且他刚刚看到我的第一眼，第一反应是害怕，不是尴尬，也不是好奇，所以我决定炸一炸他。我继续道：“我看到你贴了，我还录了视频，你别想抵赖。”他神情一慌，下意识就想跑路。我给林任使了个眼色，林任收起手机，给那个中年男人来了一个过肩摔。他吃痛地躺在地上。我们守着他，直到警察到来。到了警局后，他并不承认他参与了这件事情，他只说在公园里看到告示，觉得有噱头，所以才拿来直播。他还让警察赶紧放他出去，不要冤枉无辜人民。看着他那副无赖样，我就气得牙痒痒。
他们选的这个公园确实没有监控，也无法证明是谁贴的。但是他太无知了。警察告诉他，因为他直播间里人数众多，且直播多场，又剪辑了几十个相关视频，已经完全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，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，所以他将会受到法律制裁。他人傻了，这才意识到事情闹大了。最后经过多次审问，他交代了所有。他说他叫桑棱，是桑简的哥哥。周所被放出警局后，到了他家喝酒。平时他们就狼狈为奸，偷鸡摸狗，不干人事。桑棱得知周所因为我进了警局，便说要给我一些教训。但周所告诉他我很狡猾，平时又鲜少一个人出行，所以很难抓到机会。他们冥思苦想后，周所提出了一个主意，那就是以我的名义制作一个色情告示，贴到大街小巷去。这样做可以极大地恶心我。要是有变态找到我家，说不定我还会遭遇不幸。桑棱一听，也觉得是好方法。但是我的个人信息要怎么获得呢？思来想去后，周所偷偷潜入了物业办公室，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，又用 AI 合成了一张色情图片，做出了这个告示。正巧这段时间桑棱在玩互联网，经常靠直播猎奇事件吸引粉丝。他觉得告示都贴了，不如直播一下，还可以涨粉。不过这件事情周所并不知道。事情到此水落石出，警察把周所传唤到了警局。可能是已经进过2次警局了，周所现在心理状态极强。看到我和桑棱，他也面不改色。警察问起来，他一口咬定他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也没做过这件事情。桑棱急了，在警局和他大吵起来。周所，你是不是兄弟？这主意是你出的，告示也是你贴的，你别想拍拍屁股就把锅丢给我。周所不断使眼色，但桑棱好像看不见一样，说出了更多细节，包括但不限于怎么潜入的物业办公室，到哪家打印的告示，又在哪些地方贴了。周所恼了，他恶狠狠地瞪着桑棱，又瞪着我，最后朝着警察说道：警察同志，你可千万别信了他们的话，他们就是合伙起来污蔑我。尤其是这个女人，心肠歹毒，违法犯罪的事情没少做。警察同志，你不如多查查她。一张嘴就给我扣了顶大帽子下来。林任冷笑2声，嘲讽道：你这个傻逼，敢做不敢当。周所气得要死，但警察在场，他也不能做什么。本来按照他的设想，打印的纸用的是最普通的，贴的地方也是没有监控的，任谁都没法怀疑到他们身上。但偏偏桑棱多此一举，在公园里直播了起来。这下好了，现成的证据摆在我们面前，所以他只能把罪行全部甩到桑棱身上，保全自己。可桑棱也不是能吃亏的主，本来他们就是狐朋狗友，不是真兄弟。周所捅他一刀，他就算是自损1000，也要伤敌800。2个人在警局狗咬狗起来，还捅出了以前做的其他非法行为。警察的表情也严肃起来。见此，我和林任对视一眼，松了一口气。目的达到，后续只需要等待警方继续调查。我请了一个律师，势必要让他们受到最严重的惩罚。由于电话号码和居住地址暴露了，所以出了警局后，我去营业厅换了个新号码。号码好换，新住处却不好找，我只能暂时借住在林任家。第2天一早，我请了假，林任陪着我回小区收拾行李。走到楼下时，我碰见了桑简。他应该得知了消息，此时眼睛红红，仿佛哭了一夜。看到我，他跪了下来，哀求道：
我求求你放过我老公吧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我感觉头都大了。她是个孕妇，又当众给我跪下，很快周围就引来了很多吃瓜群众。我想扶她起来，她却不肯，哭哭啼啼地说道：“你不同意，我就不起来。”那副样子好像我欺负了她一样。但她还是不够了解我，我并不是能被道德绑架的人。我看着她淡淡道：“你要是不起来，为了防止你出事，我只能拨打110和120了。120出行是需要费用的，到时候你记得自己付。”她一愣，火速站了起来。她身后猛地窜出一个大妈，指着我骂道：“就是你这个女人害了我儿子！老天无眼啊！我儿的命好苦，被你害进了警局不说，你还要害我的孙子！”我挑了挑眉，这是周所他妈。林任挡在我身前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麻烦你们别来碰瓷，这么多人看着，我们有没有做什么，大家都清楚。”我不想和他们多纠缠，于是拉了拉林任的衣服，示意他该走了。林任点点头，准备和我转身离去。周所他妈在身后大声吼道：“害了人就想走，想得美！大家快来看啊，这个骚女人不要脸，到处贴告示勾引人。因为我儿子拒绝她，她就勾搭警察，把我儿子弄进警局了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把周所做的告示发给吃瓜群众。我气笑了，一家人都想进监狱吃牢饭是吧？小区里的那些人拿到告示后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异样。周所他妈咬牙切齿道：“你要是不把我儿子放出来，我就把这告示到处发，让所有人都看到你下贱的样子。”林任气得不行：“死老太婆，你是不是想进去和你儿子团聚了？”我连忙拦住了林任。突然我想到了什么，朝周所他妈问道：“这告示你从哪里找到的？”周所他妈冷哼一声：“当然是我儿的房间里，从小他就有个习惯，重要的东西放在衣柜最里面。”我笑了：“你说这告示是我的，那为什么会成堆出现在你儿子的房间里？”他一愣，疑惑地看向桑简。桑简的脸涨得通红，说话也支支吾吾。显然周所他妈并不知道内情，他知道的东西都是桑简告诉他的。我当着他们的面联系了警方。说起来，我还要感谢他们。周所一直不承认他制作告示的事情，但现在他房间里被找出了大量的告示单，不就证明了他并不无辜吗？周所他妈察觉到了什么，脸色铁青。就算我儿子做了什么，那也是替天行道。你看看你一副狐狸精样，指不定背后做了什么勾当。警察来了也好，要抓也是抓你。他们要是敢徇私枉法，我就告他们。我抱了抱手：“好啊，那我们就等着，看谁被抓。警察很快就到了。”他们从周所的房间里搜出了大量告示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带走了周所的电脑，因为桑棱告诉警方，周所经常偷拍其他女性，视频都保存在了电脑里。周所他妈得知桑棱被刺了周所后，他气得猛扇了桑简好几巴掌。警察连忙拦住了他，生气之下，他拿起桌上的保温瓶砸向一个警察的脑袋，见没中，他又把家里的杯子扔了过去。我和林任看得目瞪口呆，半晌感叹一句：“真行。”最后，周所他妈以袭警的罪名被带到了警局拘留半个月。后续我找到了合适的住处，搬了过去。在警察的调查下，周所犯下的罪行证据确凿，而桑棱作为推波助澜的同伙，也难逃法律的制裁。桑简为了捞她老公，请了律师，但我的态度十分坚决，无论对面律师说什么，我都不同意和解。不知道对面律师和桑简说了什么，
桑简竟然四处找人询问我的地址，想来亲自见我。但我都避开了他，毕竟他已经怀胎8月了。要是见我时出了什么问题，我10张嘴都说不清。中途，他们又想着借用网络的力量迫使我同意和解，但一来我这边证据确凿，二来网友不是傻子，哪怕他们买了水军，但大部分人都能明辨是非。这下他们真的无计可施了。法院宣判结果那天，桑简哭成了泪人。周所他妈不断嘶吼道：“他儿子还是个孩子。”他问法官能不能宽容这一次。我和林任笑出了声。30多岁还是孩子，那我们岂不是宝宝？法官都无语了，没有理会他。见法官没同意，他又咬牙切齿地瞪着我，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。开庭结束，林任拉着我走出了法院。呼吸着外面新鲜的空气，我感觉到了一阵轻松。同时，我收到了公司要给我升职的消息，双喜临门。我约了几个朋友吃饭庆祝。有人问我，遇到这种不断找事的傻逼，没有想过主动远离吗？我思考了一会，说道：如果次次都退让，那你会发现生活中全是恶人。有时候并不是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，适当的表明态度，才能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。当然，生命最重要。我说的这一切都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。那你以后还会心无旁骛地帮助别人吗？会的，不过应该会有自己的底线了。